歡迎來到石榴頻道，今天來聊一下蜜雁T的小說故事。經典的霸道總裁愛上我的情節，風格呢偏搞笑喜劇，可以輕鬆的看。那 GMM 拍的劇啊，基本上跟小說都會有出入，但注意後面可能還是會有大量的劇透，所以不想要被劇透的各位請斟酌使用哦。首先簡單介紹一下會出現的角色，功能名字叫 T，30多歲，軍火商兼黑社會的兒子，成立了自己的香水珠寶公司，本意呢是要死錢用的。結果卻經營得非常的成功。15歲的時候曾經被好朋友背叛，自此呢變得很難相信人。少的名字也叫 Pete， 泰國的頂尖攝影師，就算只是素人也可以拍出模特兒感。小時候呢曾經被繼父家暴，為了保護年幼的妹妹，他拉着妹妹逃離了家。之後和妹妹呢一起在孤兒院長大。為了讓妹妹呢過上好的生活，他的人生呢幾乎只有工作，習慣了什麼問題都自己一個解決，不太會依靠別人。另外還有其他會影響到他們感情線的人。第一個是阿蘭，Pete的後輩，是一個模特兒，性格開朗活潑，很討人喜歡。第二個是達完，有一點家庭背景的演員，同時呢也是阿蘭的曖昧對象，性格暴躁，超級會吃醋。故事一開始，Pete和阿蘭呢因為工作關係而認識。有天，Pete看到阿蘭被一群混混呢纏上了，出於好心，Pete就出聲幫阿蘭解圍，再直接把阿蘭帶走。但是才剛把阿蘭帶離現場，Pete就突然被人呢一把推開，一看才發現是達完。因為阿蘭和Pete的關係一直都很好，所以達完早就因為吃醋而看Pete不順眼。但是達完你知道嗎？兩個受在一起是不會有好結局的。反正呢，達完的擔心完全是多餘的。不過在Pete可以解釋之前，達完就已經把阿蘭呢拉走了。而且在達完推Pete的時候，Pete的手呢還因此受了點小傷。Pete完全是好心沒好報，但他也只能自認倒霉。本來想說事情就這樣子告一段落，結果Pete卻遇到有人堵他，而那個人正就是剛剛殘忍阿蘭那群混混的首領。這位首領其實就是T呢看到Pete手上的傷口，就說是剛剛Pete打斷他的報應。Pete覺得傻眼又好笑，但還是好心的叫T呢不要再騷擾阿蘭。T呢卻回說只要是他想要得到的，他就可以得到。眼看T呢志在必得的樣子，Pete就好心的忠告T，如果真的對阿蘭有興趣，就要好好的追求，不要像黑社會那樣子騷擾人家。因為阿蘭是少數不願意服從T的人，阿蘭的不羈引起了T的征服欲。眼看阿蘭和Pete的關係好像不錯，T呢就決定先從Pete入手，看有沒有機會從Pete口中套到有用的資訊。所以T呢就約Pete去吃飯。有趣的是，在跟Pete講完電話後，Pete呢爽朗的笑聲讓T呢心情變得很好，但T呢卻完全沒有自覺。而Pete一開始是完全不知道T是誰，不過後來他卻發現，原來T呢是他最近一起工作的老闆。剛有提到T呢有開香水公司，阿蘭是他家公司的品牌大使，而Pete就是最新一季宣傳的攝影師。自然Pete也聽過T呢這位老闆的事蹟，但知道T呢是黑社會，Pete就有點害怕了。但因為是老闆，所以他也只能自學應酬。兩個人在吃飯的時候，Pete就發現T呢就只會用錢呢去追人，不是說要送車，就是說要送房子給阿蘭。Pete呢整個大傻眼，建議T呢送花就好，或是送一些甜點也好，因為阿蘭呢喜歡吃甜的。T呢除了了解到阿蘭的喜好外，他也順口的問了一些Pete的口味，得知Pete呢喜歡吃日料，更不喜歡吃甜的。聽完Pete的建議，T呢就決定要送花呢給阿蘭，但同時他又再準備了一盒黑巧要送給Pete，而且還附了一張卡片說拜託了。兩份禮物都被送到了攝影棚，也都確實的送到了阿蘭和Pete的手上。不過好笑的是，兩份禮物都只寫了送件人，卻沒有寫了收件人是誰。當Pete看到阿蘭的話呢，連一張小卡片也沒有，他就大傻眼了。然後他又收到T呢送的黑巧，上面有卡片，卡片上寫着拜託了。Pete呢就誤會，以為T的意思是要請他帶送巧克力給阿蘭。Pete呢就把黑巧給了阿蘭，還幫T呢美言了幾句。完成任務後，Pete呢就發了阿蘭吃巧克力的照片給T，證明了他好好的把事情做完。看到照片的T呢自然是很不滿，因為那是他特別為了不喜歡甜的Pete而選的黑巧，所以T呢直接衝去攝影棚了找人。但是到了現場後呢，T呢又不講話，只是傳訊息給Pete說要吃飯。結果Pete呢再次的誤會，以為T呢是想要約阿蘭吃飯，所以Pete再幫T呢去把阿蘭約來。T呢一開始很不爽，心想自己明明是想要約Pete吃飯，為什麼卻被硬塞了阿蘭過來？但之後Pete呢又傳訊息給T，說自己都幫T準備好機會了，要T呢好好把握。T呢才想起自己要追阿蘭的事，所以即便T呢心有不甘，他還是先帶了阿蘭去吃飯。但在吃飯的途中，T呢卻一直想着Pete的事。T呢已經習慣了身邊的人要不就是怕他，要不呢就是奉承他。像Pete這樣子完全不在意他的態度，反而吸引了T的注意。和阿蘭吃完飯後，T呢也發現原來自己早就對阿蘭沒有興趣了，但他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喜歡上了Pete。只是隔天的T就直接衝到Pete的家樓下，說要一起吃飯。Pete呢無可奈何下，只能跟T呢去吃燒肉。然而用餐的途中呢，T呢卻一直在用平板呢忙工作。Pete呢出於好心想要幫T呢夾菜，
但因為T的黑社會背景，平常做事都很警惕，反應呢也比較敏感，所以當T呢感受到突然有手呢要靠近自己，他就下意識的往P的手大力的抓了下去。作為一般人的P，手呢當然是立即被抓傷了，而這也提醒了T呢是黑社會的事實。即便T呢之後有放軟聲音跟P的講話，P呢始終還是被嚇到了。看到P呢手上的傷，T呢就叫秘書去送藥給P。秘書呢看出了T呢對P的態度不尋常，所以在送藥的同時，也替T呢向P的解釋，說T呢只是看起來很可怕，但本人呢性格真的不壞。不過對P來說，T呢就只是他工作上的老闆，感覺兩人也不會很常見面，所以P呢也沒有把事情呢繼續的放在心上。直到後來P的攝影工作項目負責人換了，新的負責人跟P呢在以前呢有過節，所以負責人趁機把P呢踢出了項目。這個項目呢，P呢花了很多的心思去準備，莫名被踢，讓他一下子呢覺得很崩潰。但現實上他也沒有什麼可以做的。但因為這是T家公司的項目嘛，T的秘書一直都有特別的關注，所以秘書立馬就發現P的名字在工作人員名單上面消失了。秘書直接把事情呢報告給T，因為他們都知道P呢為了這個攝影項目特別空了3個月的檔期出來，所以P呢是不可能主動退出的，一定呢是被有心人士弄走。T呢直接去找P問清楚，還問P遇到困難或什麼不找他幫忙。P呢覺得T呢是老闆，兩個人的關係也沒有親到可以請T呢幫忙。然而T呢卻說自己完全可以幫P，甚至還說即便天要塌下來，他也可以為P呢擋。過去P呢已經習慣了什麼事都要自己解決，自己面對。這是P呢人生第一次遇到有人呢可以依靠，見到T呢義無反顧的說可以幫自己，本來精神力呢已經很脆弱的P，終於忍不住的哭了出來。有因為工作上的委屈而哭，也有因為被T呢感動到而哭。T呢就安靜的陪着等P呢哭完之後，P呢還直接跟T呢抱怨工作上面的事。那一刻T呢突然覺得P呢很可愛，T呢想要直接幫P呢拿回工作，但是P呢也有自己的尊嚴，所以除非負責人來找他，不然P呢是不打算回去工作的。所以T呢就開始處處的刁難負責人，還暗示要負責人去把P呢找回來。最後負責人只能向P呢低頭，求P呢回來拍攝。自從P呢回來工作後，T呢一有時間就會帶P呢去吃飯，如果沒有時間就會請人呢幫P呢送飯，兩人的感情呢也開始逐漸的升溫。不過他們各自都沒有發現自己已經對對方有了好感。那他們過往約吃飯都是根據T的時間表，但有次當T呢想要約P吃飯的時候，P呢剛好有工作上的聚餐，所以就拒絕了T的邀約。T呢當然是很不滿，居然有人呢敢拒絕他。T呢就叫P不要去工作，自己呢可以養他。這說是沒有交往直接求婚嗎？但P呢當然是沒有聽懂，只覺得T呢是在耍大少爺脾氣。反正P呢就是堅持的要去聚餐，T呢覺得P呢選了別人先於自己，P呢覺得T呢在耍任性，不專注他的工作，結果兩人就吵了起來，到不歡而散。之後還發生了各種事情，最後是T呢意識到P呢是真的生氣了，覺得呢自己傷害到P，所以他就乖乖的道歉了。後來P的前女友出現找P呢當然就吃醋了。而也因為這樣子，T呢才終於意識到原來自己喜歡P呢也因此更常去攝影棚了找P，但是P呢當然是不知道T的心意，還以為T呢是要特別來找阿蘭的。一想到這，P呢心裡就有點不舒服了。直到有次拍攝的時候，阿蘭隱形眼鏡呢跑錯位置，很不舒服。P呢想要幫阿蘭來看一下，就用手呢碰了阿蘭的臉，結果下一秒他就被赤手打完了打飛了，P呢還因此暈了過去。16看到這邊的時候真的是大大的問號。T一聽到P呢進了醫院，就立即趕去看人。然而不管T呢怎樣問，P呢還是不願意說出是誰來害他暈倒的。因為阿蘭為打完了向P呢求情，看在阿蘭的份上，P呢才決定不把事情呢鬧大。不過阿蘭其實很生氣打完的衝動，他直接跟打完表明兩個人的未來呢沒有發展的可能。而他們吵架的時候剛好被T呢聽到了，T呢也因此搞清楚了事情的經過。後來打完架，法務呢想要來跟P呢談條件。他們看P呢只是一個普通人，所以賠償的條件寫得很爛。不過他們沒有預料到P的身邊有一個T呢覺得打完架的法務呢根本就是欺人太甚，而P呢也不想要再跟打完有任何的聯繫了，所以一切都交給了T來處理。P呢也向T呢表示想要退出了攝影項目，因為他不想要再見到打完了。但T呢就說要退出的是大灣，不是P。除了幫P呢處理工作上的事情外，T呢也對住院中的P呢非常的照顧，什麼事呢都親力親為的幫忙。這一切都讓P呢覺得很窩心。P呢也開始留意到，也許T呢對自己有好感，兩人的關係也因此變得越來越曖昧。然而這時候P呢卻意外得知T呢全面封殺了打完，而且還叫人呢把打完打進了醫院。阿蘭呢因此跑去跟T呢求情，T呢當然不可能輕易的放過打完。T呢覺得阿蘭的求情實屬可笑，同時又想到以前呢被阿蘭拒絕過的事，他就諷刺的問阿蘭願不願意跟他睡，搞不好他就會因此呢放過打完。T呢當然不是真的想要跟阿蘭睡，但這一段話卻意外的被P呢聽到了。
畢竟緹呢以前還跟他請教過如何追阿蘭。彼得覺得也許緹呢還是更喜歡阿蘭，彼得就因此大受打擊，躲到了妹妹的家。看到哥哥傷心的樣子，緹的妹妹當然是很不爽。但妹妹呢看出了緹呢是真的喜歡緹，所以她就直接去找緹，想要問清楚緹呢到底是如何看緹的。緹呢很明確的表示自己喜歡緹，妹妹呢看得出緹呢是認真的，所以她就故意的說緹呢害緹呢傷心到哭，還提醒緹說緹呢非常討厭一切的暴力行為。因為妹妹的警告，緹呢以為自己已經被緹呢討厭了，緹呢擔心到茶飯不思，人都瘦了一圈。之後緹呢終於找到機會，誠心的向緹呢道歉，表示很抱歉自己的黑社會行為嚇到緹。但其實緹呢更在意的是緹呢喜不喜歡阿蘭。緹呢堅決的澄清自己之前呢只是想要跟阿蘭做，只是想要得到人家的身體而已，自己呢是從來沒有喜歡過阿蘭。緹呢還直接告白說自己喜歡的人是緹，緹呢是除了他家人以外最重要的人，還問緹呢願不願意跟他交往。兩人之後也因此交往了。兩人在一起之後呢，緹呢是完全不避諱的直接在公司牽起了緹的手，就怕有人跟他搶緹。後來緹的家因為停水，就住進了緹的家。緹呢本來只是想要暫住而已，緹呢就直接幫緹呢登記了指紋密碼鎖，讓緹呢在什麼時候都可以自由的進出。隨着時間的推進，緹呢也更能向緹呢打開心扉。緹呢提到自己在孤兒院的經歷，也提到自己一直在孤兒院呢待到成年，都沒有人呢願意收養他，所以他以後想要回孤兒院收養孩子。緹呢非常尊重緹的決定，在兩人同居1年後，他們生了一對兄妹。再過2年，緹呢也向緹呢求了婚，兩人結了婚，但沒有對外公開。後來就有些謠言說緹呢有私生子，緹呢聽到後覺得很不爽，所以他就叫緹呢幫忙，兩個人和收養的兄妹一起拍了全家福。之後緹呢直接把照片發給傳媒，對全世界公開自己已經跟緹呢結婚了，而且還有一個美滿的家庭，完美撒謊。以上就是 Me&T 的小說故事。設定上的緹呢，因為受母親的影響，很愛看那狗血8點檔，所以小說裡也常常出現一些8點檔的搞笑情節，這樣講的會比較難體會，建議呢去看小說。另外在他們交往後呢，其實還有超多很甜的小故事，這些16就不多講了，有興趣的可以去找小說來看，小說在上面就可以找得到，而且呢還有官方英文翻譯，有興趣的記得不要錯過。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，大家對Me&T的故事有什麼看法呢？歡迎留言分享，一起討論。那我們下次影片見，拜拜。